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，火箭炮就成为了苏联军队武器装备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它们具有突出的攻击能力和攻击效率，卡秋莎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。而随着各项技术升级进步，疯狂的苏联人又研发出了一款威力更大、火力更猛烈的新型多管火箭炮，也就是 BM-21冰雹多管火箭。本期视频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BM-21多管火箭炮。视频正式开始之前，新来的朋友不妨点个订阅，既可以查看往期视频，也不会错过往后的精彩内容。BM-21又称冰雹火箭炮，型号中的 BM 代表的是战车，是苏联于冷战时代设计及生产的。1962年，在列宁格勒的苏联国家射击场进行了测试，此次测试共发射了约560发火箭弹。测试完成后，工程师们对一些缺点进行了改良，并于1963年正式投入使用。1964年11月 ，BM-21出现在红场阅兵式上。该多管火箭系统最早服役于摩步师以及坦克师属炮兵团，二者均编有一个 BM-21式火箭炮营。该炮诞生以后，也就取代了之前的卡秋莎火箭炮。苏联对着中粗线条、威力大的武器一直是情有独钟。在师级作战单位中，一般一个营24门火箭炮。该火箭炮系统最突出的特点便是发射速度快、火力猛。理论上，每个火箭炮系统可以在18秒内发射出40枚火箭弹，一个营的齐射效果可以在短时间内倾泻出960发火箭弹。当数百枚火箭弹从头顶呼啸而过时，那场面堪比人造流星雨一般，在火力上远远超出了美军榴弹团的火力。它的射程也不容小觑，可以在己方前沿2到6公里范围内压制14到28公里纵深目标。BM-21多管火箭系统主要由一个发射装置和一个改装过的6×6卡车底盘组成，行军状态长 7.3 米，高 2.85 米，宽 2.69 米，涉水深1米，可以通过65厘米的垂直障碍物，爬坡度31度，月壕宽875毫米，最大行程405公里，战斗权重约 11.5 吨。最大时速75公里每小时，炮班人数共6人，发射装置共有40根发射管，呈4×10布局排列，弹药基数120发。发射时可以进行俯仰和水平方向的瞄准，俯仰范围是从水平到正55度角，水平旋转范围是172度，发射管内径122.4毫米。每根发射管配备一个特殊的 U 型凹槽，使火箭弹在管内前进时可以获得转动力。发射装置可以选择单发模式或者40发齐射模式，既可以在驾驶室内控制发射，也可以在50米外通过电缆遥控操作，必要时甚至可以在行进中发射，而不需要任何的射击准备。战斗中表现远远超出了预期，即使在高湿度的环境下也能够高效工作，在多次战役中都有着稳定且出色的表现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款火箭炮在不同作战环境中都能保持较强的稳定性和战斗能力，它可以在零下40度到50度的环境中正常攻速，射击表现也很稳定。BM-21所使用的122毫米火箭弹是专门为它研发的。火箭弹主要由战斗部、火箭发动机、弹尾和引信等组成。战斗部可以装填炸药，也可以装填烟雾剂、化学和细菌毒剂。普通战斗部由带有预制破片弹体、混合炸药、隔热盖等组成。火箭弹的火箭发动机是近代野战炮兵用的火箭弹的典型结构，因此它与一般固体火箭发动机相似。它主要由前后2级燃烧室、7个喷管、2根单孔管状药及电点火装置等组成。前后燃烧室分别各装1根单孔管状药，两端包覆横面燃烧，点火装置位于前后装药之间，中间点火。2个燃烧室同时工作，且采用多喷管式的结构，弹尾由本体和装在其外表的4片弧形尾翼等组成。在射击前及勤务处理时，4片尾翼片呈合拢状态。发射后，当弹飞出发射管时，翼片靠弹簧的弹力使其张开，使火箭弹得到稳定飞行。具有尾翼稳定和旋转稳定系统，弹底有一个凸起，用来安装大或小的制动环。射击12到16公里处的目标时，使用大制动环；当射击距离不到12公里时，则使用小制动环。火箭弹也有长短2种不同型号，口径均为122毫米。长火箭弹重77公斤，最高速690米每秒；短火箭弹重45.8公斤，最高速450米每秒，最大射程约20公里，最小射程5公里。由于性能好、威力大，并且价格适中，再加上制造简单并且容易保养，该炮很快便在全世界流行了起来。苏联共出口了约2000余门 BM-21火箭炮，
先后被包括乌克兰、越南、伊朗在内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用。除此之外，还有许多国家对其进行仿制生产，与 AK 系列步枪、RPG 系列火箭筒一样，成为了苏系武器的象征。该火箭系统的首次实战是在珍宝岛战争中，当时苏军指挥急于挽回局势，在未经指示的情况下，便动用师属榴弹炮营和火箭弹营对珍宝岛发动猛烈攻势，但并没有挽回局势。1982年黎巴嫩战争中 ，BM-21 作为真主党唯一的重武器参与战斗。1979年至1989年阿富汗战争中，苏军大量使用 BM-21 袭击阿富汗游击队的营地，特别是在俄罗斯和格鲁尼亚的武装冲突中，双方都使用 BM-21 压制敌方火力。火箭弹在距离上的散布要比方向上的散布小。在 BM-21 的散布图来表示它的覆盖范围时，会看见一个椭圆形，而 BM-21 也在很多军事行动中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特性。装甲兵在某个峡谷中经常以纵队的形式沿着路线行进，而 BM-21 火箭炮的攻击方式对打击这种目标会有奇效。除此之外， BM-21 还经常被用于摧毁对手的前线机场，因为飞机是军队提供补给的重要途径之一，而重建机场和恢复航线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。摧毁机场可以很好地延缓对手的攻势。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， BM-21 已经逐渐被 BM-30 所取代，但仍有许多国家对 BM-21 火箭炮进行了相关改进。现代化改进的首要标志就是对底盘进行更换。1972年，捷洛斯克伐克将 BM-21 的发射系统改装到了塔特拉卡车底盘上，并对卡车底盘进行了一些改良，还为其安装了一个额外的备份弹装填系统，用来在发射后重新装填火箭弹。因此，该火箭炮可以在不重新补充弹药的情况下，连续进行2次起射。这样不仅节省了装弹时间，还大大提高了武器的机动性和攻击性。白俄罗斯也曾对该火箭炮进行了类似的改装，使用了自主生产的 MAZ 重型军用卡车，也在卡车上安装了备份弹装填系统。而乌克兰继承了苏联相当一部分的军工，自然也将会对其进行部分改装。乌克兰把 BM-21 的发射管装到了克拉斯卡车底盘上，并在基辅市中心游行中展示了最初的6门火箭炮。不过，这款火箭炮并没有在乌克兰广泛应用，而乌克兰武装部队实际上使用的是采用布拉尔4320卡车底盘的老版本 BM-21。总体看来， BM-21 已经是世界上知名度最高的多管火箭炮之一。自1963年服役以来，已经有了近60年的历史，全世界范围内产量已超过 1.1万门，至今仍活跃在叙利亚、也门等多个热点地区，继续发挥它的余热。未来还有怎样的故事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好了，关于 BM-21 冰雹多管火箭的介绍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有介绍不足的地方，欢迎来评论区讨论留言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